看到花花满眼温柔地望向谭爷爷，才明白谭棉花组合的特别之处。前段时间谭爷爷因休假没来上班，照顾花花的换成了黄奶爸。不同于以往乖巧听话的模样，花宝鸡面对他直接开始摆谱。每次黄奶爸喊花花回家时，女明星都是爱搭不理，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除非对方拿出果果，他才不情不愿回去。而对待代班奶爸花花更是直接化身霸王花。由于新奶爸没有经验，不敢直接把小苹果喂到花花嘴里，吃不到的花宝鸡直接开始生胖气。只见他步步紧逼追着奶爸跑，虽然花花的攻击力比较弱，但要是被他打上一熊掌还是会受伤。最后吓得代班奶爸赶紧跑回了屋里。看来花花只有面对谭爷爷时才乖巧懂事，其他时候都是一副不好惹的模样。这天花宝鸡躺在木架上百无聊赖的睡觉，休假回来的谭爷爷悄悄站在他面前，想给大孙女一个惊喜。花宝鸡打了个哈欠，起身后看到最爱的爷爷，困意立马消失，眼睛都亮了起来，脸上还挂着甜甜的微笑。之后花花努力地向对方靠近，仿佛在说爷爷去哪里了，花花好想你。谭爷爷奖励给大胖孙女一块小苹果，懂事的花花轻轻接过，等爷爷把手拿开才开始用力咀嚼。花宝鸡嘴里吃着，目光一直追随着爷爷。花花真的好爱他的谭爷爷，每次看向对方时都是满眼温柔。随后他跟随爷爷的指令，乖乖从木架上下来，走一段路就有小苹果奖励花花，别提有多开心。而谭爷爷对大孙女的爱真的是温柔又细腻。花花动作比较慢，谭爷爷总是很有耐心的等着她。大孙女吃果果的时候，爷爷会贴心为她擦去脸上的脏东西，喝盆奶时还会为她清理身上的树叶。花宝鸡舔盆时，爷爷就帮大孙女拿着。虽然花花的体重并不算轻，但谭爷爷还是担心大孙女吃不饱，每次给她开小灶都会塞给花花一堆果果。看到游客，他还疯狂安利最好看的花花。而花花也感受到了谭爷爷对自己的偏爱，每次总是乖乖的跟在他后面。上体育课时，花花总是乖乖听着谭爷爷的指令做动作。当花宝鸡没扶稳秋千不小心摔倒时，他也从不会气馁，而是一次次再次站起来努力尝试。在一天天的陪伴和互相治愈下，谭爷爷和花花越来越相信彼此。花花小叶子没有妈妈了。成都大熊猫基地发文表示，9月3日，熊猫成功在兽舍内死亡，终年23岁。突如其来的噩耗让广大网友无比震惊又伤心。2020年，公妈生完和花和叶姐弟俩后，终于可以退居养老。本以为她会好好享受老年生活，没曾想意外进来的如此突然。回顾成功妈妈的一生，无疑是伟大的。她孕育了9个孩子，为大熊猫繁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名副其实的英雄母亲。2008年，公妈生下长子公仔，公仔完美遗传了妈妈的美貌和敏捷身手，但由于他的父亲是野生大熊猫小平平，基地考虑到他的贵族血统，便把公仔当作种公熊来培养。2011年，公妈生下双胞胎和气和美，两小只在一起生活了9年，是迄今为止圈养大熊猫里生活在一起最久的一对姐妹花。和气和美从小到大陪伴在彼此身旁，总是相互依靠保护着对方，或许在他们心里感受到彼此就是至亲。2013年，公妈又生下双胞胎和兴和盛，和兴目前在西宁野生动物生活，而和盛则是成为基地野陪对象。不幸的是，3岁那年他在野外离世。2016年，公妈生下龙凤胎和风和雨。通常情况下，熊猫妈妈产下双胞胎只会抚养其中一个，但母爱爆棚的成功却没有放弃任何一只。和风和雨出生后，成功妈妈一直紧紧把2个小家伙抱在怀里。奶妈想拿走给宝宝检查身体，不愿意的成功就拿一只手当着，即便奶妈端来美味的盆奶，他也不为所动，满眼只有怀里的崽崽。2020年，成功又顺利产下和花和叶姐弟俩，此时的他已经20岁高龄。考虑到成功妈妈在带孩子身体会吃不消，于是基地便在花花叶子几个月大的时候，分别交由不同的干妈照顾。而这次分开就相当于永别。尽管成功妈妈只照顾过小家伙短短几个月，但她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小女儿和宝贝儿子。这天，公妈正在外场安安静静吃竹子，突然她听到游客提及花花和叶的名字。只见成功立马停下手中的动作，目不转睛望着游客，迫不及待想知道有关孩子们的一切。公妈，你怎么这么会生宝宝呀？生了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儿，全世界最可爱的女儿。听到小姐姐说花花小叶子过得很好，公妈才总算是松了一口气。辛苦怀胎生下的宝贝又怎会忘记呢？花花也很好，小叶子也很乖，加油吃。之后，他还听到游客提及大儿子公仔。公仔在亚城啊，那么大了，对呀，你看公妈也在城里，对不对？哎，公妈，你听到我说公仔啦？公妈呆呆愣在原地，大口喘着粗气。这一刻，她思绪万千，不知是在想大儿子有没有好好吃饭，还是在想自己的宝贝过得好不好。如今成功妈妈去了潘达星球，想必她能在天上看到地上的孩子们，默默保佑他们今后的生活平安顺遂。看到萌萌和萌兰分开后焦躁不安，才明白没有母亲会不爱自己的孩子。3大顶流同天过生日有多热闹。今天是三太子萌兰的9岁生日，同时也是花叶姐妹的4岁生日。不愧是顶流，生日都要一起过。而为了庆祝三太子又长了1岁，
亲妈粉斥巨资在西直门站内连续1周投屏萌兰生日应援海报，三太子的顶流牌面直接拉满。此外，基地也为萌兰送上生日贺礼，上面还贴心的贴上了收件人照片。不过，相较于老家的零嘴或玩具，萌儿更想要一把能越狱的梯子。生日当天，许多粉丝凌晨3点多就开始在北洞门口排队等候进场。奶爸奶妈天团也抓紧时间布置场地，在铁王座极木马上挂了鲜花和冰块。而萌兰终于在这天实现蛋糕自由，再也不用为吃不到隔壁妹妹的蛋糕急得望眼欲穿，上蹿下跳了。萌兰的生日蛋糕主要由窝头制成，上面还有个小萌兰的造型，怀里抱着被养的圆嘟嘟的小麻雀，旁边则是用胡萝卜拼成的生日快乐。或许是蛋糕里面加了香甜的蜂蜜，萌儿一出场就炫得只剩光盘。随后他举起反光的盘子仔细端详，仿佛在说今天的萌儿也很帅气呢。与此同时，成都基地也是格外热闹，大批粉丝通宵排队，凌晨5点就站满了人。天亮后队伍更是长到一眼望不到头，因为气温升高后花叶姐妹就会回空调房，粉丝们基本上只能看一轮，并且还是排队2小时看姐妹俩3分钟。可即便如此，游客们也都心甘情愿。谭爷爷一早就准备好了蛋糕，并且为了维护花局叶秘书的形象，连夜用爆炸盐给孙女们搓澡。前一天还灰头土脸的姐妹花，生日当天直接浑身白到发光，并且与哥哥萌兰的窝头蛋糕不同，姐妹俩的蛋糕上摆满了苹果、胡萝卜，周围还点缀着火龙果、南瓜等果蔬，转以上还放着特制版串串。一切准备就绪，叶秘书率先登场，展现出淑女的一面，慢慢享用美味串串。而花花却不小心在后花园迷了路，孤勇了半天才终于发现前台的蛋糕。果然花局就是不一般，主打不走寻常路。紧接着姐妹俩埋头共进蛋糕，而粉丝也抓紧时间记录这一时刻。就是说这画面简直可爱到犯规。不得不说美兰家还真是不养闲熊，娃们各火各的，凭实力成为顶流。只希望萌兰和花叶妹妹们未来每一天都无忧无虑、健康喜乐。因不想让游客失望，坚持营业。大熊猫花花懂事的有多让人心疼。花宝鸡之所以能被这么多人喜欢成为顶流，除了它有超高辨识度的长相外，更重要的是花花有着不争不抢的好性格。无论小伙伴怎么跟他打闹，花花从不会生气。疫情期间前来参观的游客寥寥无几，可花花每天还是坚持营业，即便保安谭爷爷轮番上阵喊他回家，花花也就是不回去，只因他不想让游客看不到自己失望离开。每次听到游客叫自己花花，都会立马做好，热情的跟粉丝打招呼，配合游客拍照。花花打招呼了，就算是困到坐着睡着了，花花也会正对着姨姨们坚持营业。基地不同于动物园，由于大熊猫的活动范围非常大，边边角角新奇地方都能成为他们的风乐，所以便很少给小熊专门准备玩具。但特别容易满足的花花总能找到一些新口岸，一块石头都能被它当作宝贝。只见花花2只小手牢牢抱着，时而把石头藏在怀里，时而小心翼翼拿出来贴贴，2只小脚脚还在开心的不停翘着，一举一动都在表达内心的喜悦。并且墙上的一根废弃水管都能被花花当成玩具爱不释手，甚至还坐在地上抱着水管磨牙。不一会，小叶子过来看到新玩具后，也想玩的他和姐姐产生了争执。起初花花不想让给臭弟弟，2熊还因此大打出手，但花花转念一想，弟弟也没有玩具，于是便乖乖让给他自己独自离开。后来花花又捡到一根破木棍，他欣喜若狂抱在怀里不撒手。看到弟弟过来，花花赶紧藏起来，用小手悄悄挡着木棍，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看到没被小叶子发现，花花还开心地露出了笑容。饲养员喂别的小熊吃药都是想尽办法，可即便把药掺到他们爱吃的果果中，不听话的小家伙还是会把药吐出来。但花花吃药从来都不会反抗，每次只要谭爷爷一喊，他就会乖乖坐在对方面前，然后懂事的抬头张嘴把药吃下去。前段时间花花感冒严重，还多次呕吐，但他还是坚持带病营业，只因他不想让远道而来的姨姨们失望。最后花花实在撑不住，想躺在木架上休息时，然而却有游客大喊大闹，强迫他起来营业，甚至还拿东西砸他。可即便如此，花花也没有生气，而是起身乖乖坐好，继续笑脸相迎每位游客。然而如此懂事乖巧的小熊，却被一些键盘侠网暴是残疾小熊，只能说可以不爱请别伤害。最好的花花值得所有人的喜欢。顶流女明星花花偷练筋斗云，这事真的藏不住了。近日有姨姨们拍到花花在自己的后花园上演绝技7连翻，引得现场游客欢呼声不断，女明星则在一声声夸奖中彻底迷失自我。别看花花平日里优雅端庄，不轻易整活，但一出手就是妥妥的王炸。7连翻的难度对她来说不亚于托马斯拳悬空中悬体2周半。毫不夸张地说，女明星今年的运动量已经严重超越。不知是不是花花听说了臭弟弟最近在施展狐妹子功夫，看不下去的她决定力压小叶子一头。只能说花花叶子真的是宝藏姐弟，变着花样给各位姨姨们整活。
事实上，这也不是花花第一次表演翻滚，只不过上一次和这一次本质上不同。这天，花花想爬上木架找小叶子玩，可奈何小短腿太短，怎么都上不去。只见女明星在下面急得直转圈，本想再试一次，结果直接表演了个6连翻。这番操作震惊众人，也震惊花宝鸡。女明星一跃跻身碰瓷榜最强王者，如今花花已经成功练到7连翻，看来实现8连翻、10连翻指日可待。怪不得女明星每天天不亮就早早起床，看来是在偷偷苦练武功秘籍。正应了那句悄悄努力，然后惊艳所有人。只是谭爷爷恐怕又要多加购几包爆炸盐，连夜给大孙女妈成冷白皮。毕竟此前他在奥运冠军张雨霏面前和央视镜头前说了，女明星花花是天生丽质妈生白皮。你是每天还给他妈吗？他没有可以去很少，现在毛菜比以前本来就要早。大家都说是你妈的。不是。而要说花花为什么苦练筋斗云，大概是因为心疼谭爷爷。这天谭爷爷来喊大孙女回家，花花耍赖似的坐在地上就是不走，任凭对方怎么喊都装听不见。谭爷爷满脸无奈，欲言又止，时不时用手指头敲敲盆子轰轰。结果花花直接躺在地上摆烂，一人一熊僵持着，此时的沉默震耳欲聋。看到爷爷走过来，花宝鸡慢慢起来，可走了没2步，他又耍赖爬到树上。过了好一会，花花才屁颠屁颠跟谭爷爷回家。而女明星耍小脾气，无非是想让爷爷抱自己回家。从前的宝宝花每次躲在外场不回家时，谭爷爷都会直接抱起花花往家走。等到女明星长大后，谭爷爷还是会不顾自己的老腰，把200多斤的大胖孙女抱回家。可如今花花的体重已经无法让他承受，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为了大胖孙女的安全，所以谭爷爷很少再抱花花回去。女明星这才苦练翻滚一个筋斗云就能到家。不得不说，花花真的是太贴心了。花花小叶子的金主爸爸能有多双标？众所周知，花叶姐弟俩出生2个月后就被广东思宝不锈钢公司终身认养，并分别取名为思宝和盼奥。听这名字就能猜出是买1送1。想当初小叶子因为太顽皮，霍霍了院里的好几棵树，然后粉丝就跑到金主爸爸那里告状，让他们赶紧来基地把账单结一下。没曾想金主竟冷酷的甩出一句：“荷叶放心，非出事自己背。”最后还让小叶子自力更生。更搞笑的是，还配上了谭爷爷的表情包。网友看到后当即为小叶子打抱不平，表示金主爸爸对待花花可不是这样。而他们开始了明目张胆的护短。说到首先这个事发生在他身上的概率非常小，谁料女明星花花第2天就折断了一根小树枝，粉丝立马拿着证据去告状，结果金主爸爸来了句他是在亲吻小树，甚至还补充到树枝是心甘情愿被他折服。咱就说要不要双标的如此明显？难道这就是现实版的富养女儿穷养儿子吗？认清现实的小叶子心想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最近叶子终于发现自己有几分帅气在身上，于是开始疯狂释放个熊魅力，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坐在自己的宝座上，望着外面的大批游客，不是抛媚眼就是送飞吻，并且撩完还都是一脸淡定模样，内心嘀咕着姨姨们很为我着迷吧。咱就是说小叶子你这么会撩不要命啊。果然熊猫界的黄宗泽名不虚传，并且陈荷叶这个显眼包还超级臭屁，面对姨姨们的对脸拍丝毫不慌，还疯狂展示自己优越的下颌线。我知道我很帅，你们排好队拍哈，不能吵到我姐姐睡觉呢。马上就要3岁了，我要做个沉稳的男熊，守护我的家人们。是谁帅的吸引了这么多人啊？原来是叶子我呀。好了，睡熊我要睡觉了，晚安。看来男明星必备素养那一套已经被我们叶子死死拿捏了。不过言归正传，其实金主爸爸从来没有区别对待姐弟俩。虽然顶流女明星花花的名气超级大，但我们小叶子也丝毫不差。而花叶姐弟之所以能被这么多人喜欢，更重要的就是花花和叶子之间的感情。大熊猫也和人类一样知道谁才是自己的亲人，所以当花花身体不舒服时，懂事的小叶子会一直陪在身旁，并且还会一动不动给姐姐当靠垫。当基地出现刺耳的装修时，担心花花害怕的他也会立马到姐姐身旁，然后把小手搭在她的手上，仿佛在说姐姐不要怕，我保护你。而花花也很喜欢这个臭弟弟，无时无刻都要跟他黏在一起贴贴，吃竹子要贴在一起，睡觉也要贴在一起。如此好的花叶姐弟当然值得所有人喜欢。最好的弹棉花组合有多让人感动？2021年12月，花叶姐弟搬到由谭爷爷照顾的幼年园，望着笼子里的2个宝贝，爷爷满脸笑意。初次见面时，谭爷爷喊了一个花过来，花花则是害羞的躲在了一旁。转身，爷爷改口温柔的喊了一句花花，瞬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自此，谭爷爷和花花的缘分正式开启。谭爷爷对他的爱永远是温柔又细腻。当花花不小心从木桩上摔下来时，谭爷爷会心疼的给她处理伤口。女明星感冒那段时间，听到大批游客疯狂喊花花名字让她营业，一向好脾气的谭爷爷也终于忍不住怒斥那些不良游客。由于花花吃东西特别慢，经常被小伙伴夺食，心疼的谭爷爷就会偷偷给她开小灶，并且还贴心的把窝窝头、苹果都弄成小块。看到花花脸上有脏东西，爷爷还会满眼温柔的给大胖孙女清理。
花花天生后脚掌外翻后肢力量不足，谭爷爷就耐心的给她上体育课。女明星也都是乖乖跟着对方的步伐上课，等到站好了，她还会点头示意爷爷可以喂给花花小苹果了。而在谭爷爷的坚持训练下，从前爬木架都费劲的女明星，如今也可以爬到很高的树上看风景了。即使谭爷爷因此惨遭不良游客投诉，但他对大孙女的爱也依旧一如既往。而谭爷爷还可以说是花花的头号粉丝，不仅对大胖孙女外形的玩偶爱不释手，还会向游客疯狂安利最好看的花花。花花脸是好看，找这个嘛，找花花个嘛，你们看脸好看。即便每天都能见到女明星，但谭爷爷还是忍不住给孙女拍照欣赏。虽然谭爷爷经常告诉发姑奶爸，1岁以上的小熊就不能抱回家，但当花花使小性子不想回家时，他还是会不顾自己的老腰，把200多斤的大胖孙女抱回去。尽管谭爷爷说着不会偏心任何一只熊猫，可当提起花花时，他的嘴角却不自觉地上扬。花花是您最偏爱的孩子。它也不是最偏爱的嘛，所有的熊猫哈，你自己喂的都比较喜欢。花花性格好，就是给它一点吃的，人就可以进去给它抹脸。而花花也感受到了谭爷爷对自己的偏爱，所以对他很是依赖。每次爷爷叫果赖时，他总会第一时间奔向对方。当新奶爸来给女明星上体育课时，不适应的他会朝对方恶龙咆哮，但看到最爱的谭爷爷后，又会化身乖宝宝，并且花花从不抵触对方近身接触，甚至还允许爷爷摸自己的小肚子。果然，谭爷爷和花花就是最好的弹棉花组合。有个显眼包弟弟是种什么体验？这是女明星花花最有发言权。姐姐，我来了，姐姐，姐姐你怎么睡在犊子上呀？姐姐，理理我们姐姐。对，好嘞，姐姐，我马上走。只能说成荷叶不愧是公认的显眼包，1分钟恨不得能发300回风。当女明星花花安安静静吃竹子时，臭弟弟非要让姐姐跟姨姨们展示大长腿。只见小叶子从花花屁股底下抽出一根竹子，然后用嘴叼过来准备享用美味。不愧是亲姐弟档，真是一点都不嫌弃。就是花花这姿势多少有几分尴尬。盘熊。而显眼包最喜欢的还是坐在姐姐身上，明明旁边还有一大块空地，可他非要紧挨着花花吃竹子，最后直接把女明星的脚给压麻了。以前的叶子偷别人的竹子给姐姐吃，现在的叶子偷姐姐的竹子然后滚走，花花半夜都得从床上坐起来大喊，不是陈荷叶他是有病吧？这天显眼包弟弟把花花连拖带拽弄出来，把姐姐按在地上让她陪自己玩。不耐烦的花花小手一挥，去你吧，然后跑出熊生最快速度逃离了这个是非之地。而当花花正在专心造青团时，小叶子也要冲出来打扰姐姐。只见花花一脸生无可恋躺在地上，心想我要是便秘都赖成荷叶，并且荷叶这个显眼包还超级臭屁。面对大屁姨们拍自己，自认为很帅的小叶子丝毫不慌。哎，我知道我很帅，你们排好队拍哈，不能吵到我姐姐睡觉呢。马上就要3岁了，我要做个沉稳的男熊，守护爱我的家人们。是谁帅的吸引了这么多人啊？原来是叶子我呀。好了，睡熊我要睡觉了，晚安。前段时间叶子还给游客们送上绯闻，不是这小子的撩妹技巧到底哪学的？看来陈荷叶以后不准备当搞笑熊，要开始走颜值路线了。此外，显眼包还有个青蛙王子的称号，起因是小叶子在院子里发现了一只青蛙，好奇的他把人家拿在手里跑完，之后还对着蛙蛙一顿狂亲。这要是被花花看到，又得嫌弃熊了。而要说花叶姐弟的名场面之一，那就不得不说小叶子给姐姐喂奶。这天花花突然奶瘾犯了，只见他一头扎进叶子怀里找奶喝。起初荷叶觉得影响不好，还有点抗拒，但很快他就适应了这种做妈妈的感觉，满眼温柔地望着花花，甚至还拿小手轻轻摸了摸她的大脑袋。看来3岁的陈荷叶有2年待宰经验不是谣言。有时荷叶还会故意当着花花的面模仿她走路。这天瓜弟弟从很远的地方冲出来，撞了花花后直接扭头就跑。女明星气得站起来都没打到臭弟弟。之后小叶子还一步3回头疯狂挑衅姐姐。见花花依旧慢悠悠地迈着女明星的步伐，瓜弟弟干脆直接模仿起姐姐走路，但花花也只是白了他一眼，心想我才懒得搭理你。只能说有小叶子这个显眼包弟弟，女明星花花的生活真的是丰富有趣。顶流女星花花的牌面有多大？人民日报亲自下场为其助阵，洗个澡竟然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近日花花登上成都大运会宣传片，而这已经是花宝鸡第2次为家乡宣传，只不过上一次是真熊出镜，这一次是花花和谭爷爷的卡通形象。花花，过来，来。动作太大一回了，你要多锻炼哈。花花，你是我们四川娃娃，带你看我们四川哈。
身为四川门面，花花自然也有女明星的直觉，照顾她的谭爷爷更是不敢掉以轻心。大运会开始前，花花还是灰头土脸的脏脏熊，得知大胖孙女成为了家乡代言熊，谭爷爷连夜给花花妈白了一个色号。花花性格好，就是给她一点吃的，人就可以进去给她抹脸。有网友把前后对比图放在一起，这差别简直不要太明显。粉丝们纷纷猜测谭爷爷是用什么洗的，有人表示大概率是用爆炸盐搓出来了。还有观察更仔细的网友发现，花花脸盘子的毛都被修了一下。不得不说，谭爷爷真的用一筐苹果一袋爆炸盐，一个夜晚创造出来一个奇迹。而我们顶流女明星也真是不一般，稍微打扮又迷倒一大片，并且有网友还发现，花花吃东西都变得斯文不少，很难不让人怀疑谭爷爷还连夜对她进行了培训。而女明星看到自己如今白到发光，恐怕都不适应。不仅如此，平常连动都懒得动的花花，最近为了大运会更是练起了田径。就是女明星的这优雅速度，最多只能算重在参与。此外，每次谭爷爷给花花上体育课时，她也变得格外积极。从前女明星站一会就想坐下来休息，现在花宝鸡却可以站好久。可以说花花能登上大运会的宣传片，除了个熊魅力无限外，他和谭爷爷的友爱日常也圈粉无数，也因此爷孙二人的卡通形象才会一起出镜。而花花和谭爷爷也完全担得起这份殊荣。自从女明星走红后，各地游客慕名而来，直接带动成都经济。更重要的是引起人们对大熊猫的关注，不少滚滚因此提高了待遇。许多默默无闻有爱的饲养员也被人们熟知。三大顶流同一天过生日有多热闹？今天不仅是花花荷叶的3岁生日，还是西直门三太子萌兰的8岁生日，不愧是熊猫界顶流，生日都要一起过。早上5点不到，北洞门口就站满了人，并且下雨都浇不灭粉丝们的热情。萌兰也很给力，为了不让远道而来的姨姨们失望，坐在雨中开心的炫着大笋笋。而过生日自然少不了美味的生日蛋糕。萌兰的生日蛋糕主要由窝头组成，上面还有个小萌兰的造型，并且奶爸还专门用胡萝卜摆了个生日快乐字样。蛋糕旁边还有一个4层彩色冰坨坨。更显眼的是萌兰身后的竹筒上面竟写着武林盟主4个大字，还真别说，确实符合咱们三太子的气质。此外，官方还专门发布了一则给萌兰庆生的视频，并且用了猛男专属 BGM。祝你生日快乐呀，年年生日都快乐呀！嘿，生日快乐呀，年年生日都快乐呀！祝你生日快乐呀！祝你生日快乐呀！果然，论整活还是得看官方。而萌兰在7月4号这个伟大的日子，终于实现了蛋糕自由，再也不用为吃不到隔壁妹妹的蛋糕急得抓耳挠腮、上蹿下跳了。与此同时，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也相当热闹。为了给花花小叶子庆生，上千名游客6点半就开始排队。为了分流游客，粉丝们基本上属于排队2小时，看姐弟俩3分钟。可即便如此，游客们也心甘情愿。谭爷爷和奶爸奶妈早就给花花小叶子准备了一个3层蛋糕，周围还用苹果和胡萝卜摆了个星星，并且还有漂亮的鲜花点缀。准备就绪后，主角小叶子率先登场，女明星花花迈着优雅的步伐姗姗来迟。谭爷爷一直在喊大孙女快点过来，这时弟弟已经开始开心的干饭了，好像听到了对自己的祝福。他还朝粉丝小姐姐的方向看了一眼。过了一会，花花终于来了，他顺着香味径直走到蛋糕面前，拿起一块小苹果就坐下吃了起来。没曾想刚放到嘴里，苹果差点飞出去，幸好女明星反应快，立马接住了。能看出花花小叶子吃得很开心，粉丝们则是忙着给姐弟俩拍照。没曾想在人群中还发现了谭爷爷的身影。虽然天天见到花花荷叶，但爷爷还是想用手机记录这美好的一刻。不得不说，美兰是真的会生崽崽，凭实力让自己成为了新一代。真相了，花花不适合野外生存的原因，竟和干妈陈圆润传授的3招秘籍有关。第1招掩耳盗铃式躲雨大法。这天活动外场突然下起了大雨，别的小熊都是第一时间躲到屋里，只有花花和干妈还在木架上待着。看到陈圆润女士把头埋在下面，花花小小的脑袋里充满了大大的疑惑，心想难道这才是避雨的正确方法？最后她选择了相信干妈的亲身示范，有模有样的学着对方把头埋到了下面，坚信只要脸没被淋到雨就不算被淋到。可以说这种顾头不顾腚的躲雨方式在整个熊猫界都相当炸裂。相较之下，二狗就显得聪明多了，就算是踩着妈妈的头也要去棚子下躲雨，母子俩谁也不让着谁，还为此大打出手。难怪网友都表示花花和圆润才更像母女。第2招坚信果果会飞到自己嘴里。每次幼年园的奶爸掉猫时，别的小伙伴都立马上前抢吃的，只有圆润呆呆的坐在原地张大嘴，静静的等待小苹果飞到自己嘴里。结果半路杀出好姐妹淼淼直接被抢走。而花花跟干妈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每次谭爷爷掉猫时，花花也是坐在原地一动不动，张大嘴巴等着小苹果飞到自己嘴里。毫无疑问，果果最后都填进了二狗肚子。第3招迪拜式炫饭。众所周知，陈圆润女士吃笋只吃笋尖，每次圆润干饭都是坐在笋堆里，而这仅仅只是她一顿饭的量。小时候的花花就坐在干妈旁边，有模有样的学着圆润只吃笋尖。然而干妈都已经炫了10根笋笋了，花花连1根都没吃到肚子里。长大后的花花还是继续迪拜式吃饭，但速度较之前可是一点都没提上来。
幸亏有谭爷爷给他开小灶，要不然花花身高和体重都得不达标，这恐怕他的学历最高也就到幼儿园。而每次开饭时，谭爷爷都会投喂给大孙女一堆笋笋，但每根花花吃到嘴里的也只有一小口，这大概就是女明星的保养法则吧。不过网友完全不用担心浪费现象，毕竟圆润可是生了个饭扫光的千金。当花花在一旁安安静静的剥笋时，二狗看到后就会立马上前夺走，管他什么笋尖笋根饿急眼了，他连笋皮都吃。有时候花花都把吃的放进嘴里了，二狗也要过来熊口夺食。女明星被气出猪叫也于事无补，只能说就凭花花的战斗力，幸好有谭爷爷照顾和弟弟小叶子陪伴。直到看见荷叶被游客赶走，满眼落寞，才明白在熊猫圈搞歧视到底有多过分。这天，一游客想要单独给花花拍照，看到荷叶挡在前面，毫不客气的让他走开。叶子，你走开！对方说第一遍的时候，小叶子愣在原地，久久没有反应。谁料游客见他没挪开，又说了一遍。叶子，你走开！叶子，走开！这一次，荷叶慢慢的转身离开了。临走之前，他还不放心的扭头看了一眼花花，或许在想弟弟不在，姐姐也要好好吃饭。谭爷爷曾说过，花花荷叶这个年龄的大熊猫，相当于人类小朋友17的智商，所以他们能听得懂游客讲话。小叶子也能感受到游客的区别对待。之后，荷叶满脸落寞的爬上树架，连最爱的竹子都不吃了，也不像从前那样去姐姐身边捣蛋了。看着荷叶孤零零的背影，无数游客心疼不已，真想告诉小叶子，她不是姐姐的附属品，同样有很多人喜欢她。之后，荷叶从木架上下来后，一向调皮的她安安静静趴在姐姐怀里，花花就一动不动陪着瓜弟弟，黏着姐姐半个多小时，小叶子才从伤心的情绪中缓过来。刚才没吃东西的她，现在肚子有些饿了。荷叶叼起旁边的竹子，低着头吃了起来。花花看到弟弟心情变好，这才放心。花花和小叶子作为世界上最好的姐姐，自然能感受到对方的每一点细微情绪变化。虽然小叶子经常会熊来疯在姐姐身边捣乱，但这也都是她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大熊猫虽然不会说话，可不代表它们没有丰富的内心世界。荷叶也能感知到很多人对姐姐的偏爱，可她并没有因此吃花花的醋。当姐姐身体不舒服时，小叶子会安静地陪在花花身旁，而看到花花不小心翻到沟里时，荷叶会立马下去安慰姐姐。只见她温柔地摸着花花的大脑袋，然后又顺势把姐姐抱在怀里。虽然姐弟俩9个月大时就被分开，交有不同的干妈养在身边，但等到花花和小叶子再次见面时，双方还是感受到了彼此就是手足至亲。花花第一次见到小叶子时，就趴在他的身边，很安心的睡着了。当荷叶看到姐姐爬树下不来时，他会飞速冲到对方身边，然后一手扶着花花，一手把姐姐抱起来。姐弟俩很多时候都会依偎在一起，粘在彼此身上，如同连体婴儿一般。只希望游客在爱花花的同时，也不要忽略了小暖男荷叶。虽然他看起来一副大大咧咧开朗的模样，但或许他的内心深处也十分敏感。可以不爱，但请别伤害。每一只大熊猫都是值得被关注的小孩。教女明星花花爬树到底有多费熊？这天，花花想和弟弟在木架子上玩，小叶子先爬了上去等着姐姐，结果花花怎么都上不去，急得直绕圈。荷叶则是跟着姐姐在木架上转，而决定再试一次的花花还没等开始就结束了。后来花花在下面示意弟弟拉自己一把，小叶子头一抬，似乎告诉姐姐自己上来。看对方迟迟爬不上来，她伸出手拉着姐姐，可没曾想直接被200多斤的花花拽了下来。恐怕此时小叶子的心里一定在想，胖姐姐简直比大海捞针还难捞。不过这也怪不得我们女明星，怪只怪这棵树太胖了，花花抱不动。而这也不是荷叶第一次为姐姐爬树发愁，此前她嫌弃花花爬树动作不规范，亲身示范了一遍正规的团子上树下树动作。只见女明星花花看得一愣一愣的，最后心想太难了，直接不干了，气得小叶子当场兔子跳。事实上，这样的经历陈圆润女士也有过。当初在菜花园时，干妈圆润经常拖着花花来到木架下面，她先是灵活地爬上树给干女儿示范一遍，然后趴在木架上指挥花花往上爬，然后女明星慢悠悠地走到树干旁，两只小手使劲地抱着树，可还是不会爬。干妈则是挂在树上，急得直晃荡。虽然陈圆润女士平时母爱爆棚，但现在很显然在被逼疯的边缘。最后圆润实在教不会后，表姐二狗揽下了重任。只见她先是摇头晃脑爬上去示范了一遍，下来后小手霸气一挥，示意花花不要害怕，大胆往上爬。可花花的脚和手就像刚认识一样，在下面扑腾了很久也没见爬上去。结果就是花花只学会了二狗的摇头晃脑，爬树的窍门一点都没掌握，气得二狗一个后仰，直接把花花推倒。不敢相信自己爬不上去的花花又浅试了一下，最后直接放弃，来到了矮木架上玩。可奈何腿太短，刚准备往上爬就摔了下来。恨铁不成钢的二狗看到后立马过来，踩着花花的大脑袋爬上了木架。生气的霸王花直接把二狗扒拉了下来，姐妹俩谁也不让谁，大战了300回合。此外，大姐大爱九也曾教过花花爬树，可迟迟上不去的女明星选择了摆烂，气得九九把花花胖揍了一顿，扭头走熊。不过如今在花花坚持不懈的练习下，已经能成功攀爬到很高的树枝，就是女明星轻易不展现，所以游客也很难看到熊猫花花大战小吊床。原来她才是基地最不好惹的小熊。
这天，花花想要宠幸园区内的小吊床，可奈何女明星的一双小短腿迟迟爬不上去，气得花花连咬带拽和吊床大战300回合，最后才成功躺在了上面。难怪女明星还有个霸王花的称号。当花花跟二狗坐在一起吃竹子时，霸道的二狗放着一堆新鲜竹子不看一眼，偏要3番5次来夺笋花花手中的那根，气得女明星对着他的狗耳朵咬了一大口，最后还直接把二狗撂倒在地上。而当臭弟弟小叶子为了抢镜头，一屁股坐在花花身上后，女明星则是气到咬牙切齿，骂骂咧咧。然而花花在谭爷爷面前完全变了一副模样，乖巧到让爷爷直呼他是性格最好的小熊。我一般就喊花花过来走，他就会走到我当面来给他吃的。花花过来，过来，花花就是为了这么多岁，就是性格最好。当外教老师不小心把奖励花花的小苹果掉地上后，生胖气的他任凭对方怎么哄都不听。然而看到谭爷爷后，花花的心情立马变好。而当熊猫基地来了一位新奶爸照顾花花时，一向好脾气的他看到陌生人站在自己身旁，上来就朝着对方恶如咆哮，甚至还动嘴咬了新奶爸。谭爷爷见状，赶紧把花花叫到一旁，听到爷爷声音的他立马乖乖朝他走去。可以说就没有谭爷爷哄不好花花的时候。这天奶爸来接女明星下班，莫名生气的他说什么也不跟对方懂，无奈只好把谭爷爷叫来。只见他抱起200多斤的大胖孙女就往家走，虽然一路上花花小嘴说个没完，但在谭爷爷怀里的他还是非常乖。而花花之所以如此喜欢谭爷爷，完全是因此爷爷给了他全部的爱。那么谭爷爷到底有多宠花花呢？掉猫时窝头他会递到花花嘴边，苹果会贴心切成小块然后喂到嘴里。接花花下班时，怕他跟不上自己的步伐，就1步3回头，时不时停下脚步等他。即便谭爷爷带过数不清的小熊，但在他心中花花永远是最漂亮的那只。虽然谭爷爷告诉别的奶爸，1岁多的小熊就不能抱回去，但每次花花耍赖不肯下班时，爷爷都会笑着把大胖孙女抱回家。久而久之，谭爷爷还表现得格外双标，喊荷叶吃饭他中气十足，直呼大名。可等到叫乖孙女花花时，就会秒变夹子音。花花，过来。然后不顾没下来的荷叶疯狂丢笋给花花，难怪快3岁的花花幼儿园都毕不了业。谁让在爱里长大的他永远是个小孩呢？直到看见圆润把花花霸气揽在怀里的这一幕，才明白母爱真的能超越血缘。这天，圆润和花花正在悠闲地吃着笋子，谁料他突然把花花揽在了怀里，满眼宠溺地看了一眼干闺女后，然后微笑地望向了远方。想必此刻的圆润一定感受到了幸福，而花花就乖乖躺在干妈的肚皮上，安安静静地吃着手中的笋笋。母女俩依偎在一起的画面实在是岁月静好。虽然花花并不是圆润的亲闺女，但她却给了干女儿无微不至的照顾。当看到花花睡觉时，圆润会温柔地把她搂在怀中。每次和干女儿在木架上晒太阳时，圆润都会使劲地跟她贴贴。意识到花花的后脚掌外翻，圆润就会经常给她按摩小脚，还会贴心地给她舔毛。花花每次喝奶时间都很长，尽管圆润一脸疲惫也没有不耐烦，还会时不时关注干女儿的动态。看到小家伙睡着后，还会贴心抚吻她。当调皮的花花爬上很高的假山后，圆润看到后会非常担心的立马过来，然后小心翼翼把干女儿弄下来。察觉到外场的天气炎热时，圆润就会贴心的把花花拖进屋里。虽然霸王花有时会冲干妈耍小脾气，但圆润从不会生她的气。这天，花花爬上木架头被卡住了，疯狂扑腾小短腿向干妈求救，但正在干饭的陈圆润并没察觉到异常。后来花花挣扎着下来后冲干妈大发脾气，圆润则是一脸宠溺的任由她闹，最后还和花花贴贴安慰。虽然二狗是圆润的亲闺女，但她却格外宠溺花花。每次吃醋的二狗欺负花花妹妹时，圆润就会出面替干女儿主持公道。尽管花花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公妈，可圆润干妈却努力给了她一个幸福的童年。而长大后的花花和润月姐姐一起离开圆润去了小一班后，圆润也从未停止对2个女儿的思念。这天正在外场吃竹子的他，突然听到游客提到了花花的名字。只见圆润立马放下手中的竹子，重重叹了一口气，或许是想到了从前的美好回忆，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大口喘着粗气。最后圆润满脸落寞地望向天空，然后又低下头揉了揉眼睛，想必此时他一定在想念最爱的干女儿。可能圆润和花花此生永远无法再相见，但菜花园的美好回忆永远值得珍藏。如果软萌可爱的大熊猫变得很丑，顶流女明星花花居然塌房了。本以为花花是没什么心眼的笨蛋美女，没曾想她早已悄悄变身成有护路花。以前吃饭的花花好不容易剥开一根笋，吃着正香就会被二狗给夺走了。好脾气外加打不过的她只好任由姐姐抢，然后再默默地捡起一根新的笋笋重新剥。有时花花都把小苹果放在嘴里了，二狗还要过来抢女明星，被气出猪叫也无济于事。本以为花花一直会忍受二狗的压制，没曾想她竟然偷偷学会了护食。这天花花正在吃着美味的小苹果，二狗冲出来就准备熊口夺食。只见花花伸出小手优雅一抱，
妥妥的女明星大型婉拒现场。不仅如此，女明星还学会了声东击西。当二狗像往常一样来花花这里收包好的笋，谁料他包好后竟悄咪咪藏在怀里，然后拿着笋皮故意假吃。等到二狗过来主动递给他笋皮，看到没察觉的二狗屁颠屁颠开心走了。花花立马拿出怀里包好的笋大快朵颐。当爱搞事的二狗在花花安静吃竹子时，故意把其压倒在地上，咬着他的毛毛玩。从前好脾气的花花任由姐姐欺负，怎么都不反抗，但好脾气不等于没脾气。花花眼看自己都躲到了角落，二狗竟还过来招惹，气得他直接对着姐姐一顿怒吼，甚至还趴下企图咬二狗的脚。不愿和他待在一起的花花干脆换了个地方。看到大姐大爱就朝自己走来，没在怕的花花直接恶龙咆哮，并且还甩给了艾九一巴掌。有次谭爷爷钓猫时，没边界感的二狗挨着花花又想夺笋时，气的女明星直接赏给他2个大耳刮子。当花花躺在地上惬意地吃着竹子时，坐在旁边的荷叶拿着竹子一直在他眼前晃，最后气到花花一脚把臭弟弟踹翻，拿过小叶子手中的竹子就开始吃。而知道谭爷爷会给自己开小灶，所以每次下班花花都是不紧不慢，目送3个土匪回家后，他就乖乖等着爷爷来给自己加餐。有时花花没吃够还会耍赖不肯下班，而谭爷爷也只能哄着他，甚至有时候还会不顾自己的老腰，把200多斤的大胖孙女抱回家。难怪花花连幼儿园都毕不了业，原来她是典型的只长心眼和脾气不长个子。只能说现在的花花早已脱胎换骨，变成了不好惹的钮祜禄花。熊猫和饲养员之间的感情有多让人感动？发姑奶爸把亲手养大的萌兰纹在手臂，萌儿生小班奶爸最后一次喂她时，萌兰紧紧抓住他的手臂不愿分开。当发姑奶爸给花花小叶子准备蛋糕时，记者谈及今天还是他儿子的生日。虽然发姑奶爸说着自己儿子很多，但还是脱口而出萌兰的名字。我记得您有个儿子今天也过生日。儿子说了，你说的是萌兰吧？对吧？当然了噻，在北京呢。他也生日快乐呀！而且不晓得嘛，今天我回去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视频。能看出发姑奶爸眼角有泪，努力控制着情绪。亲手养大的儿子又怎会不想念他呢？震惊！顶流女明星花花竟然又被留级了。近日有消息传出，花花因体重不达标，将要在幼儿园进行2次留级。不过花花毕不了业也完全在意料之中，毕竟就算是谭爷爷经常给大孙女开小灶，1岁的她和3岁的她体型几乎没区别，往那一坐都是短胖炸毛没脖子的3角饭团。而照花花这个长身体的速度，很难不让人担心她的最高学历就到幼儿园。好在让人开心的是，花花又能和谭爷爷多相处一段时间了。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小叶子也因体重不达标被留级了。不愧是姐弟俩，连上学这事都要神同步，这下小叶子又可以继续保护姐姐了。要知道她可是为了花花能胖揍二狗的小熊，可见姐姐在荷叶心中的地位有多重要。虽然弟弟有时候会熊来疯向花花，但姐弟俩更多时候的相处都是温馨无比。看到姐姐躺在地上睡觉时，小叶子会放慢脚步避免吵到姐姐，而当花花不舒服躺在弟弟怀里时，小叶子会一动不动给姐姐当靠垫。游客给姐弟俩拍照时，小叶子和花花会积极的配合对方，不仅贴贴，还会主动牵起彼此的小手。而小叶子躺在木架上睡觉时，花花还会在他身后扮鬼脸下地。不过这可爱的小模样只会萌化荷叶，虽然花花经常会被二狗夺笋，但小叶子却很少抢姐姐的东西吃。然而很多网友疑惑，花花和小叶子真的知道他们是姐弟吗？要知道成功妈妈生姐弟俩时已经是高龄产妇，由于实在没有精力带孩子，导致姐弟俩9个月的时候就分开了。花花来到了菜花园，由干妈圆润抚养，小叶子则交给了艾丽妈妈，直到姐弟俩搬到小一班才算是团聚。当时他们已经分开了8个月，就算是人类幼崽分开那么久，恐怕早就不认得彼此。等到了姐弟俩分开后第一次见面，当时小叶子正趴在木架上睡觉，花花就在一旁安安静静的看着弟弟。可能起初花花还有点怕生，就转过身背对着小叶子，但过了一会后，他就趴在了弟弟身上，咬着小叶子背后的毛毛玩。被吵醒的弟弟也只是动了动，任由姐姐咬。花花又玩了一会后，就趴在弟弟身上睡着了。看来姐弟俩感受到的是家人在身边，但等到花花和小叶子长大后，总有要分开独立生活的那一天。只希望时光能慢一点，这样姐弟俩就可以陪在彼此身旁久一点。直到看见花花躺在荷叶怀里这一幕，才知道花叶姐弟的感情有多好。这天早上，花花不舒服，躺在木架上休息。一向调皮的荷叶察觉到姐姐身体不适，安静地坐在一旁，不吵不闹地陪着她。饲养员看到后，把花花带回室内休息。找不到姐姐的荷叶着急地四处转悠。等到下午，花花的身体有所好转，又继续出来营业。小叶子依旧安静地陪伴在她身旁，担心不已的荷叶还暖心地牵起姐姐的手。看到调皮捣蛋的弟弟变得这么懂事，花花感动地躺在他的怀里。小叶子也很宠溺地亲了亲姐姐，似乎还在对她说我会一直保护你。之后又温柔地摸了摸姐姐的头，感受到弟弟浓浓爱意的花花拍了拍小叶子圆滚滚的肚子，姐弟情深的画面实在是温馨无比。事实上，荷叶除了有时候熊来疯在花花面前捣蛋，很多时候他都非常照顾姐姐。当花花不小心翻到沟里时，一旁的荷叶立马下去安慰姐姐，
温柔的来了记摸头杀，又把花花抱在怀里。当花花小时候爬上树下不来时，荷叶看到后急速跑奔向姐姐。只见他伸手扶住花花，像个男子汉一样把姐姐抱下来。当花花脑袋被木墩卡住，急得他大喊大叫时，本来认真干饭的荷叶听到后，把手中竹子一甩就跑去救姐姐。在木墩上面使劲拽也弄不出来花花后，荷叶又跑到下面把姐姐拖起来，最后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花花救出来。姐弟俩还会经常依偎在一起，荷叶还会帮姐姐清理手掌，花花则是一脸享受地躺在她身旁，并且小叶子还会保护姐姐。这天荷叶和花花在草丛里贴时，捣蛋的二狗走过来，直接把花花扑倒。小叶子看到他欺负，当场就不乐意了，一路小跑追着二狗，准备给他点颜色瞧瞧。追到后，荷叶开始骂骂咧咧，又直接伸出熊掌哐哐给了他几拳。二狗从未见过小叶子发这么大火，被吓到着急，忙慌躲到树上。还在气头上的荷叶直接把他拽下来。看到二狗被摔倒晕头转向，小叶子兴奋地跳着扭头就走了。这小子心里一定在想，谁都不能欺负姐姐。而花花对弟弟的爱就更不用说了，当他听到打雷声会提醒荷叶回家，然后花花先行一步招呼弟弟赶紧回去，谁料下一秒也直接窜出去，花花即便跑出熊声最快速度也没追上，吓得他只能先躲在小木屋里躲雨。姐弟俩的日常实在是暖心又有趣。他是顶流女星花花的绯闻男友，也是酷爱干净会站着洗澡的小熊。莽晨晨究竟是如何萌化猫粉少女心的？视频中这只拥有煤气罐同款身材的熊猫，就是顶流女星花花的绯闻男友莽晨晨。细看下来，两小指还有几分夫妻相，都是如出一辙的大脸盘子、没脖子、小短腿。难怪网友感慨，花花要是和莽晨晨在一起，生出来的孩子脸得多大呀！相较于莽晨晨出众的颜值外，他不俗的才艺才是成为顶流绯闻男友的关键。莽晨晨仅凭独具一格的洗澡方式就走红网络。只见原本小家伙还在坐着洗澡，谁知下一秒就扯着水管站了起来，然后小手抓着水管站着让外公洗，一脸娇羞的小模样，还冲对方吐舌头。这一幕俘获了无数猫粉的少女心，甚至都让人怀疑他毛皮外套下藏了个小孩。而经常跟莽晨晨一起洗澡的就是他的双胞胎哥哥莽星星，两兄弟还经常会为了洗澡打架，谁也不让着谁，把外公折腾得够呛。有时候外公不给洗澡时，莽晨晨就会拿起水管自己洗，或者坐在院里的水池悠哉泡澡。网友看到这一幕纷纷感慨，见过爱挖煤还不让洗澡的小熊，像莽晨晨这样如此爱干净实在少见。如果顶流花花要是跟他在一起，想必凭借爱干净的属性又能吸粉一大波。要知道花花的干妈袁润可是挖煤公司的副总裁，并且该集团还经常雇佣童工。花花从小就跟着干妈到处挖煤，弄得浑身脏兮兮，还不爱洗澡。看来只有莽晨晨能拯救花花。不过绝佳男友莽晨晨也不是没有缺点，但是费妈就让莽仔一个头两个大，并且兄弟俩还是合起伙来欺负妈妈。每次莽仔想安安静静的做会，两小指一定会不谋而合的过来，并且整个粘在亲妈身上又咬又拽。莽仔很多时候都是一脸生无可恋，任由小家伙怎么折腾都不为所动。好不容易妈妈能躲笼子里清静一会，两小只也要扒着笼子叫妈妈，直接把莽仔烦得躲到一边去。只能说俩兄弟每天就干4件事：吃饭、睡觉、洗澡、飞妈妈。原来大熊猫美兰一家都是整活高手。众所周知，美兰是熊猫界著名的种公兽，年少时因超高颜值还被误认为是女熊，而她的崽则都继承了她的不同特点。美兰曾经翻墙头找公仔打架，结果直接被秒成渣渣。她的儿子萌兰完美继承亲爹丈五渣属性，素有科大一声吼萌兰抖3抖的传闻。除了只有战斗力比较弱外，鬼点子多的萌兰打小就是个雄精，几个月大时就会指挥奶爸教自己爬树。奶爸，你还是教我爬树吧。好呀，来吧。奶爸，我这样看你有点脖子疼，你去那边。好啊，听你的，来，往这爬。并表现出惊人的运动天赋。长大后的萌兰子承父业，平越狱虎出圈，被没收作案工具后，他就改挖地道出逃，还会爬上树枝勘察地形，有时还会揪着自己耳朵撒娇要出去。咋的了？咋的了？咋的了？和萌大拔河时拔不过，他就把绳子拴在木桩上，然后眼睁睁地看着亲哥在对面使傻劲。古灵精怪的萌兰还会在游客多的时候故意吃树枝卖惨，并时不时偷瞄有没有人关心自己。不仅如此，萌兰还是出了名的性格好。得知隔壁的胖大还有些内向，他会主动拿自己的竹子去投喂，地头塞不进去就换另一边，生怕好兄弟没拿到走之前还回头确认一番。并且萌兰还非常自律，每天都做仰卧起坐强身健体，众多优点集一身的西直门3太子萌兰，如今出场都是自带特效。而美兰的另一只崽4汤圆则是为了喝到盆盆奶 cos 待产母猫。他在干什么？玩 cosplay 啊？那没事了。只因他看到怀孕的大熊猫吃得好，
所以就想出这招骗吃骗喝。可司汤圆却忘了自己是只雄性大熊猫，但该说不说，小家伙肚子起伏模仿的有2把刷子，而顶流女明星花花则是继承了美兰的颜值，小时候的她就是萌萌的一团，长大后则成了等比例放大的3角饭团。除了拥有无敌的美貌外，花花的好脾气也是成为顶流的加分项。被二狗夺笋的她从来都不会生气，甚至还心甘情愿沦为剥笋机器。听懂四川话后会乖乖和游客打招呼，当被吐槽没脖子时饭都不吃了，努力伸长脖子向游客证明自己。好烫哦，脖子都看不到了。糟了，哎呦，好长的天啊！看到这，只能说美兰家果真不养闲熊。熊猫花花不愧是顶流女明星，爬个树都能上热搜。近日花花爬树的词条冲上热搜，原来游客在成都大熊猫基地终于看到花花爬树成功，将视频发到网上，迅速引起猫粉关注。本来大熊猫爬树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可这次爬树的竟是顶流女明星花花。要知道，在花花的简介中，不擅长爬树5个大字非常醒目。其实花花是因为天生右后脚长外翻，后肢力量不足，所以并不擅长爬树。好在如今她通过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爬到高处，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与其他灵活无比的大熊猫不同，花花爬树的过程非常的小心翼翼。被卡在半道后，小家伙四处观望，一脸茫然。但不想就此放弃的他还在努力向上。跑到一定高度后，花花惬意地坐在上面，单是一个背影就萌化了无数人。而这也是花花2023年以来第一次爬树，并且当天四川画家手绘的花花肖像还上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引起了大批纽约市民围观。网友直呼女明星果真名不虚传。要说如今花花能成功爬上树，饲养员谭爷爷可谓是功不可没。谭爷爷每次给花花开小灶时，都会附带着给她上体育课，目的就是锻炼花花的后肢力量，让小家伙早日和其他熊猫一样爬树。可通常情况下，花花连下台阶都成问题。没有。于是宠孩子的发姑奶爸会经常把花花抱到树上，让她站在高处看看不一样的风景。有次不习惯的花花从树上掉下来后，发姑奶爸则心疼地把她抱到一边，然后给花花做各种按摩安慰小家伙。不仅如此，干妈陈圆润对花花也非常宠爱，知道花花的脚有问题，吃饭时就会给她按摩，并且圆润还会经常教她爬树。花花爬不上去，她就过来贴贴安慰。虽然二狗经常夺笋花花，但小时候她也摇头晃脑教妹妹爬树，小手艺会让花花不要怕，直接上。结果花花爬树没学会，光学会了二狗的摇头晃脑。好在花花终于凭借努力爬上了树，好脾气、美貌加顶级努力，难怪花花会成为顶流女明星。继大熊猫花花被游客砸到流眼泪、吃竹子、呕吐后，成都基地工作人员终于采取措施了。近日，据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游客反映，花花经过休整后营业的第1天，基地就对游客采取了限流参观方式，规定每次只允许3排游客入内，每次只有5分钟的观看时间。游客抓紧时间拍哈，下流5分钟哈。如此一来，大批人就不会聚集在外围，大熊猫花花也能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下营业。而这也是上野动物园一直以来采取的方式。想当初大熊猫香香在日本出生后，受欢迎程度说是比天皇都火也不为过。动物园为了香香不被打扰和更好休息，采取抽签分批参观的方式，许多人甚至努力多年都见不到香香一面，因此被保护得很好的香香才能健康成长。回国时圆滚滚像个糯米团子。要知道大熊猫是喜欢安静的动物，游客的过分热情则会给它们造成困扰。此前花花就因为人气太高，来动物园观看它的游客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不文明的现象暴露无遗，为了看花花的人爬墙上树大费周章，经常把外围堵得水泄不通，每次保安都不得不出面维持秩序。甚至有游客疯狂到不吃饭也要看花花。并且他们还经常激动到大喊大叫。好可爱！即便谭爷爷多次出面劝，也控制不住游客们的过分的热情。不要哼！喊你们不要吵！有网友表示，隔着屏幕都被吵到头疼，很难想象每天待在这种环境下的花花该有多难受。不会表达情绪的小家伙也只能委屈地掉下眼泪。而没休假前，花花还出现了感冒的症状，有人拍到他经常打喷嚏、流鼻涕。可游客非但不体谅花花的身体不适，还趁花花休息时故意叫醒他，让其营业。只见游客故意拿枣砸在花花身上，被砸醒的他起身就想去捡起来吃，幸好谭爷爷及时赶到，才避免了危险的发生。最后实在不舒服的花花吃竹子时还多次呕吐。好在经过5天的休息后，花花的身体状况终于恢复了健康。而在游客限流后，在安静环境下的顶流女明星心情也很好，多次热情挥手跟参观的游客打招呼，让花花保持愉悦的心情，才是熊猫粉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教女明星花花爬树到底有多费熊？
这天花花想和弟弟在木架子上玩，小叶子先爬了上去等着姐姐，结果花花怎么都上不去，急得直绕圈。荷叶则是跟着姐姐在木架上转，而决定再试一次的花花还没等开始就结束了。后来花花在下面示意弟弟拉自己一把，小叶子头一抬，似乎告诉姐姐自己上来。看对方迟迟爬不上来，他伸出手拉着姐姐，可没曾想直接被200多斤的花花拽了下来。恐怕此时小叶子的心里一定在想，胖姐姐简直比大海捞针还难捞。不过这也怪不得我们女明星，怪只怪这棵树太胖了，花花抱不动。而这也不是荷叶第一次为姐姐爬树发愁，此前她嫌弃花花爬树动作不规范，亲身示范了一遍正规的团子上树下树动作。只见女明星花花看得一愣一愣的，最后心想太难了，直接不干了，气得小叶子当场兔子跳。事实上，这样的经历陈圆润女士也有过。当初在菜花园时，干妈圆润经常拖着花花来到木架下面，她先是灵活地爬上树给干女儿示范一遍，然后趴在木架上指挥花花往上爬，然后女明星慢悠悠地走到树干旁，两只小手使劲地抱着树，可还是不会爬。干妈则是挂在树上，急得直晃荡。虽然陈圆润女士平时母爱爆棚，但现在很显然在被逼疯的边缘。最后圆润实在教不会后，表姐二狗揽下了重任。只见她先是摇头晃脑爬上去示范了一遍，下来后小手霸气一挥，示意花花不要害怕，大胆往上爬。可花花的脚和手就像刚认识一样，在下面扑腾了很久也没见爬上去。结果就是花花只学会了二狗的摇头晃脑，爬树的窍门一点都没掌握，气得二狗一个后仰，直接把花花推倒了。不敢相信自己爬不上去的花花又浅试了一下，最后直接放弃，来到了矮木架上玩。可奈何腿太短，刚准备往上爬就摔了下来。恨铁不成钢的二狗看到后立马过来，踩着花花的大脑袋爬上了木架，生气的霸王花直接把二狗扒拉了下来。姐妹俩谁也不让谁，大战了300回合。此外，大姐大爱九也曾教过花花爬树，可迟迟上不去的女明星选择了摆烂，气得九九把花花胖揍了一顿，扭头走熊。不过如今在花花坚持不懈的练习下，已经能成功攀爬到很高的树枝。就是女明星轻易不展现，所以游客也很难看到熊猫王子佑佑守护公主思佳的故事到底有多让人感动。作为大美熊思佳的弟弟佑佑，不同于姐姐的优雅小公主形象，佑佑完全就是熊猫界的自律王者。绝活在身的他飞檐走壁，倒挂金钩，雪地撒欢打滚，托马斯全旋，脚踏梅花桩，展示男雄气概。只有想不到没有佑佑做不到。奶爸奶妈刚在院里安好的吊床，不一会直接被佑佑3下5除2拆了，并且这小子经常一言不合就上房揭瓦。佑佑还因此获封亚布力拆迁队队长。而每次看到被他拆得七零八落的院子，奶爸奶妈们也只有宠着的份。毕竟可不是所有的小熊都爱运动。为了让思佳公主多运动，煞费苦心。奶爸不仅要上天入地把食物放在各个地方，每天还要在外场陪着公主一起跑步。可运动完的思佳比之前吃的更多了，结果就是奶爸被他的公主练得越来越瘦，而佑佑则就完全不同了。每次奶爸奶妈在地上放一堆竹子，他都打包到其他地方去吃。佑佑虽然调皮活泼，却也十分懂事。作为亚布力熊猫馆的唯一一只熊猫王子，佑佑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和4位奶爸奶妈一起守护着公主思佳。2016年8岁的佑佑和10岁的姐姐思佳一同搬到了哈尔滨的亚布力熊猫馆定居。7年的朝夕相处让彼此成了最亲的亲人。有好东西，佑佑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姐姐，过生日也会邀请姐姐和自己一起吃蛋糕。520那天，奶爸多给了姐姐一个 AD 钙奶抱枕，佑佑也丝毫没有生气，一直在开心的干饭。近期亚布力熊猫馆给姐弟俩修建了新的外场，说是史上最豪华猫爬架也不为过，里面新增了滑梯、秋千，各式各样的娱乐设施。在东北乔迁新居时会有撩锅底的传统习俗，寓意开始全新生活，日子越过越甜。而身在东北的佑佑和思佳乔迁新场地自然也有这项仪式。当天馆长和奶爸奶妈一同为姐弟俩撩锅底，只见他们用竹子水果串成大串，装在橙色的大锅中。佑佑和思佳也都吃得很开心，希望姐弟俩能永远这样快乐健康生活下去。直到看见熊猫圆润被泼水后吓得一激灵，才明白没素质的游客到底有多过分。这天，小狗圆润本来躺在阴凉处乖乖睡觉，躺了一会后，他起身打算换个位置。只见圆润在沟里慢悠悠地溜达着。然而就在此时，一位不文明的游客在参观过程中，竟然直接朝下面的圆润泼矿泉水，一定的冲击力把圆润吓了一激灵。他在原地呆愣了好久才回过神来，紧接着圆润害怕地逃离了那个地方。在场的游客看到这一幕，纷纷声讨该男子。意识到严重性的他道了个歉，便匆匆离开。30岁左右有个年轻小伙子，当时游客也有几个就帮我们一起喊嘛，他马上承认就说他错了嘛，因为当时帮人不在，然后那个人就走了。事后熊猫基地第一时间揪出了这名游客，通报其无视熊猫基地的文明参观规定，故意泼水使大熊猫受到了惊吓，情节十分恶劣，禁止其终身进入园区。而这也不是基地首次把不良游客拉进黑名单。4月中旬，同样是一不文明游客向正在睡觉的大熊猫肉肉泼水，只见熟睡的他被惊醒后满脸委屈。谁在泼水啊？有没有素质啊？好在经过检查后，肉肉的身体一切正常，
基地对该女子进行了批评教育，并拉进黑名单。可即便园内随处可见禁止投喂文明参观的警示语，一些不文明的游客还是屡教不改。或许在他们看来，被禁止参观大熊猫对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可殊不知这些不文明的行为会给大熊猫带来怎样的心理伤害。万物有灵，熊猫也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今年3月份，小福碗遭不良游客泼水后，本就敏感自卑的他捂着脑袋躲在树底下，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是那个让人讨厌的宝宝。熊猫小福碗由于身体天生脊椎问题，导致后腿无法站立，无法像其他熊猫宝宝一样正常爬行，所以很多时候它都是安静待在小角落里。而这么让人心疼的宝宝，怎么会有游客舍得去伤害呢？不仅如此，3月份宝鑫的去世，就有传言是因为误食了游客投喂的食物。要知道，他仅仅只有1岁08个月。虽然当时专家经过初步诊断认定宝鑫是患上了急性重症胰腺炎，最终因多器官衰竭不幸离世，但不可否认，不文明的游客已经给大熊猫的正常生活带来一定影响。要知道，大熊猫是最喜欢安静的动物，可有的人却为了引起熊猫的注意，肆意大喊大叫，甚至乱投喂泼水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只希望各个熊猫基地、动物园都要加强管理，保护好我们自家的国宝。把熊猫花花吓到流眼泪，不文明的游客究竟能有多过分？近日花花哭了词条登上热搜，而这完全是因为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最近花花因感冒情绪不高，好不容易躺下休息一会，可游客却为了引起他的注意，拿石头砸花花乱投喂。幸好保安及时发现游客投喂的甘蔗，第一时间取出，才避免了危险的发生。可游客仍大喊大叫，强迫他营业。要知道，大熊猫是喜欢安静的动物，本就身体不舒服的花花不会表达想法，也只能难过的流下眼泪。不要吼！赶紧不要吵！气得饲养员谭爷爷忍不住冲游客发火。然而，这种不文明的现象不是第一次发生，此前就有游客向熊猫小福碗泼水。小福碗由于身体天生脊椎问题，导致后腿无法站立，也无法像其他熊猫宝宝一样正常爬行。正因如此，福碗在被游客泼水后，没能及时躲避，被吓到大叫。本就敏感自卑的他一直躲在树下瑟瑟发抖。无数熊猫粉丝看到这一幕心都碎了。种种不文明观览事件迅速引发热议，目前动物园也决定拟定一个黑名单，禁止不文明的游客尽管参观。现在正在会商一个就是黑名单的一个系统，它可能涉及到我们基地的很多部门，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走这样一个流程，会在向公众去公布这样一个东西。事实上，诸如此类不文明的事件在其他动物园比比皆是。在海南野生动物园，一位女游客看到熊猫喝水，睡觉的时候用力拍打玻璃，动物园工作人员多次劝说无果，且游客全程十分嚣张，对其出言不逊。我是这里的主管，你拍的肯定关我的事。他在喝水，你就不能拍的。这是国宝，你养得起吗？你养得起吗？这是我们动物园养的熊猫，那肯定你拍玻璃。你养得起吗？哎，你这是我们动物园的国宝，怎么养不起啊？我们就是养着呀。在辽宁动物园，某游客在参观大熊猫时，曾往馆里扔疑似带塑料皮包装的火腿肠。无独有偶，广州动物园馆内也发现一瓶饮料，并且还被大熊猫雅意喝了一口。要知道，国宝饮水有严格的标准，喝饮料很容易影响到身体健康。早在2018年，在德国的大熊猫嫣嫣就因血中毒引起的肠胃功能衰竭不幸离世。经过调查发现，德国游客会给嫣嫣投喂一种小瓶装的德国烈性酒或者是巧克力，但由于游客众多，工作人员无法注意到肆意投喂的乱象和对大熊猫场地内的检查，最终导致了大熊猫嫣嫣的悲剧发生。希望这件事能给工作人员敲响警钟，也希望所有游客都能文明参观大熊猫，让我们中国的国宝享受应有的照顾。这个日本女人为了爱情横跨2000多公里来到中国，但她的爱人却是我们的国宝大熊猫。阿布展子是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里唯一一位外籍大熊猫饲养员，自称比起人类更喜欢中国国宝的他，从小就将养熊猫视作自己的人生目标。而阿布展子也终于通过近20年的努力，漂洋过海圆了自己的熊猫梦。阿布展子出生在日本新泻县，3岁那年奶奶送给了他一只熊猫玩偶，从此他便与熊猫结下了不解之缘。11岁时，阿布展子在上野动物园第一次亲眼见到了真正的大熊猫，而看到每天可以围着熊猫的饲养员，他就立志未来一定要从事这份职业。大学期间，阿布展子就读于中文系，毕业后他来到中国留学，专攻野生动物研究保护，并学习了饲养熊猫的相关知识。2010年，当阿布展子得知丽丽和珍珍要去东京上野动物园开启旅居生活后，他立刻给园长写了亲笔信，表达了想要照顾2只大熊猫的强烈愿望。之后，阿布展子顺利的回到日本，然而他的饲养员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2012年，熊猫珍珍生下了熊猫宝宝，一时间日本各大媒体争先报道此事。可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没多久熊猫宝宝却因为肺炎突然死亡。日本群众纷纷指责饲养员的失职，铺天盖地的谩骂让阿布展子愧疚不已。随后他决定重新回到中国学习经验，避免此类的悲剧再次发生到自己身上。通过一系列的考核和面试之后，阿布展子如愿以偿成为了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唯一一位外籍大熊猫饲养员。
为了更好照顾国宝，他还专门学了四川话。阿布展子每天负责熊猫们的饮食起居，日复一日的做着耗时又耗力的工作。基本的工作都是差不多，就喂猫，还有打扫，还有给它们做玩具啊。他要根据熊猫宝宝的体重和身体状况安排牛奶和营养剂的配比。由于熊猫宝宝每天必须喝定量的母乳，阿布展子还要给熊猫妈妈挤奶。为了跟熊猫建立信任，他会坐在一旁陪伴。如果不是对大熊猫发自肺腑的热爱，想必他也不会一直坚持到现在。正所谓热爱可抵岁月漫长，阿布展子也通过坚持实现了梦想。听说丫丫回国后的邻居是萌兰，网友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毕竟萌兰可是熊猫界首席心理咨询师，主打陪伴与社交。萌兰从小就致力于越狱，3个月大的时候就学会偷奶爸钥匙，还会趁奶妈不注意直接从门缝窜出去，并且手下有庆小、庆大2位忠实的马仔，不仅经常使唤庆小给他按摩做马杀鸡，还曾踩着弟弟庆大的背企图越狱。调皮捣蛋的他看到妈妈萌萌准备爬树时，还会在背后搞偷袭，实力坑妈。然而谁能想到天不怕地不怕的萌兰，在柯大面前却变成纯纯的战五渣。素有传闻，柯大一声吼，萌兰被吓得抖3抖。不过在2021年12月15日，萌兰终于凭实力一战成名。只见他借助一颗球轻轻松松完成越狱，好在工作人员及时发现，用食物引诱回来，并对他进行了一番批评教育。你还吃呢？这溜达出去了，说着说着你就溜达出去了。就是你啊，真的，我刚说了，真好意思吃，真香。吃饱了再想着怎么逃回来。可内心不服的萌兰经常在院子里揪着自己耳朵撒娇，想出去玩。咋的了？咋的了？咋的了？可就是一个这样爱闯祸的小熊哥，奶爸奶妈也总是拿萌兰没办法。毕竟人情世故这方面他可是死死拿捏。被奶爸嫌胖时，萌兰唯唯诺诺，对答如流，谁会和这软萌可爱的小家伙生气呢？60多斤了。你也晓得你60多斤了。来，胖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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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奶爸收猫时，树上的小家伙迟迟不下来，萌兰3下5除2直接爬上去，对着反骨的熊猫宝宝就是一顿教育，最后连拉带拽帮奶爸收猫成功。察觉到隔壁的胖大海有点内向，萌兰就主动凑过去安慰，还会和对方同吃一根竹子，拉近2熊距离。渐渐的，内向的胖大海变得活泼好动不少。为了让游客值回票价，萌兰爬到树枝最高处来了段杂技，凭实力证实了一个观点：别看大熊猫长得胖，但我们是真的灵活，并且它还是动物园出了名的自律。除了越狱，最常做的就是锻炼身体，不是躺地上哐哐做几个仰卧起坐，就是借助轮胎来一通拉练。这镜头恐怕要悄悄变美，惊艳所有熊。闲来无事，萌兰还会养小鸟当宠物。看到麻雀吃自己的窝窝头时，它就会在一旁乖乖啃竹子，等到对方吃饱后，萌兰才拿起窝窝头。就算是被多只乌鸦联合起来拔身上毛，好脾气的它也趴在地上丝毫不反抗。如今萌兰得知丫丫回国后要住在隔壁，她则是每天都准时过来监工。有这么活泼好动的萌兰做邻居，相信丫丫回国后一定会忘了在美国的痛苦。看到成功妈妈留给花花的最好礼物，才明白手足情到底有多珍贵。公妈把脚上的白蕾丝袜给了花花，天使翅膀给了小叶子，这样弟弟就会一直保护公主姐姐。公妈离开的当天，花花站在原地笑了很久，温暖太阳光打在她的身上，仿佛妈妈陪伴在身旁一般。不知是不是那一瞬间，花花看到了公妈，或许她在微笑着对妈妈说：“不用担心，花花，我会和弟弟勇敢生活下去。”妈妈在潘达星球要照顾好和胜哥哥，而一旁的荷叶也格外反常。从前捣蛋的他那天竟异常安静，这一刻真切让人感受到动物间存在心灵感应。此刻小叶子低着头，不知在想什么，可能是察觉出姐姐情绪不对劲，他一直转头望着花花，眼泪满是担忧。瓜迪迪真的好爱姐姐，大大咧咧的他总是能察觉到花花一丁点情绪的变化。每次在姐姐害怕紧张的时候，小叶子都会挺身而出保护对方。当花花因感冒身体不舒服时，从前捣蛋的叶子会乖乖坐着给姐姐当靠垫，并且还会温柔地牵起她的手，仿佛在说有弟弟在，姐姐不要担心。并且荷叶还是个妥妥的暖男，看到花花不小心翻到沟里时，他会第一时间上前安慰姐姐，温柔地摸着花花的大脑袋，然后又顺势把姐姐抱在怀里。而花花也会在小叶子伤心难过时安慰她。这天一游客想要单独给花花拍照，看到荷叶挡在前面，毫不客气地让她走开。听懂的叶子满眼落寞地走到另一边，连最爱的竹子都不吃了。花花察觉到了弟弟情绪的反常，
之后，荷叶走到姐姐身边，委屈巴巴地趴在花花怀里。花花就这样一动不动陪着她，安慰道：“叶子是姐姐最喜欢的弟弟。”过了一会，荷叶终于从难过的情绪中走出来。花花看到弟弟心情变好，这才放心。想当初姐弟俩出生没多久就被分开，花花跟圆润干妈在菜花园生活，弟弟小叶子则是交给干妈艾丽照顾。后来姐弟俩搬到小一班，分开8个月，终于重逢。就算是人类幼崽分开那么久，都未必认得彼此，但花花小叶子再次见面，似乎就感应到彼此就是亲人。姐弟俩像从前那般依偎在一起，这一刻真切让人感受到血缘的伟大。看来有家人陪伴在身旁就是很安心。虽然宫妈未能照顾2个宝贝长大，但好在他们能相互依靠。如果成功妈妈在天有灵，想必也会欣慰不少。